这是住宿的早餐，是不是超级丰盛？我特爱他们的味噌汤，是在台湾从来没有喝过的味道，超级好喝。我到现在依然还是很想念。吃饱还冲了一杯咖啡暖手，接着开始今天的行程。Hello， 大家，今天是京都算是正式的第一天，我等下要去下鸭神社，然后简单更新一下，就是今天的早餐真的好好吃哦，我吓傻。这个是一个晚上700-800块可以吃到的东西吗？超级丰盛哎！我真的是受宠若惊。然后另外一个要更新的就是今天真的超级冷，今天现在外面才5度而已，虽然是非常好的天气，可是就是有在冷哎！我今天真的是所有东西都带出来了，我绝对不可以不带。我如果没有戴帽子，我真的会冷死。然后围巾也是，我觉得口罩就算戴了，还是觉得蛮透风的，超冷。好，我等一下要去搭金坂本线到下鸭神社，等一下去下鸭神社再更新好了，不然就是我看路上有什么可以更新，我就再更新，嘿嘿，哈哈，走。哇，超冷！我到了，刚刚好像错过一班车，但算了。地铁站里面真的就会突然开始变热，他们的暖气真的是有点强，是好事吧？我等一下再把外套脱掉，现在脱太麻烦了。希望车子里面位置多一点，我就可以方便穿脱外套。我真的要疯了！这里超级漂亮哎，这里漂亮到一个，我觉得啊，来日本真好！真的是大叫哎，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我的心情了。而且我今天还特别因为是要来下神社，我还穿红色，有没有用心？其实今天穿的上衣和裤子全部都是我第一天的时候在新展场那边买的。和合神社主要是拜养颜美容的，我觉得参拜的流程好玩又有趣，还有得喝。买一个绘马，再来到化妆室里帮绘马化妆，化完妆之后翻面写愿望，之后拿到前面的架子里去放。再来可以到游客中心去买一个祈祝美丽玉手，最后喝一杯美人水，结束这次的参拜。好啦，这样有漂亮了啦，有漂亮了吧？就在这里，我的等一下也要过去。太会画了吧？什么鬼？啊，我这是什么鬼？我的也太清淡了吧！加油，你就在这吧。加油！这里还有特别给就是买美女水的客人的位置，还蛮不错的。而且今天超冷，这杯还可以点热的，有热的跟冰的可以选，好棒哦！我其实喝不出来到底是加了什么，不过甜甜的，蛮好喝的。各位，我刚刚大概走完和合神社的流程了，我觉得，哇，这里很棒，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刚好没什么人，好安静，而且我可以慢慢的看日文。像我昨天去八坂的话，因为游客太多，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认真看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去八坂真的只是参观，没有参拜。然
那和合的话就是哇，整个很清幽，而且你看它旁边这么漂亮哎，好棒哦！日本的空气，开心。刚刚还有遇到一个台湾人，他一开始用英文问我说能不能帮忙拍照，然后我听那个口音，我就觉得Where are you from？ 他说台湾，我就说那就讲中文，真有趣。然后他好像是在日本要待30天，然后今天第6天，然后我是在日本待7天，今天第3天，蛮有趣的。刚刚跟来自台湾的朋友聊天聊太久，我发现在这个温度一直讲话，我会喉咙不舒服哎！天啊，我也太脆弱了吧！救命！我等一下多喝一点水。刚刚那个美女水有帮我回血，因为它是热的，而且还蛮热的。我现在要往下压神社前进。Hello， 大家，我差不多逛完下鸭神社了。刚刚最后去买了几个玉手要给家人，主要是平安的跟健康的，还有交通安全的，对，很重要。现在虽然我身为一个23岁，算年轻人吧，就讲说身体健康很重要，好像很奇怪，但是真的是觉得，如果你身体没有健康，啥都做不了。希望大家都健康啊！我现在要去搭公车往京都寓所。我来京都现在是第1次搭公车，希望我等一下不要搭错车。毕竟我在台北最会的就是搭错公车了。在正式进到京都寓所前，刚好经过了一家梨木神社，想说都经过了，就进去晃晃。结果，这是要爬进去吗？笑死！刚刚我不是说这到底要怎么进去吗？然后前面2个日本人就问刚刚经过的工作人员，他就说啊，要从这边进去啊，有一条非常大的路可以进去。然后我们傻傻的在那边想说，天啊，我们要怎么进去？有没有看到这边？写了跟刚刚一模一样的名字，是走这边，好神秘的地方哦。这个入口也太难找了吧！如果要我自己找，我应该一辈子都找不到。我刚刚正打算拍里面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我刚刚在下鸭神社那边遇到的。碰面了更。对，台湾人没有约，什么鬼？超瞎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神社。我进到京都寓所里面了，一进来就是厕所。到底要兴奋什么？不知道。里面好大哦，而且日本的这个地板啊，他们很多神社、寺院的地板都是铺这种石头，然后我的鞋子就是卡满了石头，这里真的好大哦，有一种超级大的公园的感觉。其实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毕竟这是以前明治维新之前天皇住的地方，旁边也有小朋友在，好像在玩泡泡。Oh my god， 这样晒真的是会热哎！早上冷的要死，现在热的要命。我刚
刚刚在旁边的椅子休息了一下，因为真的一直走好累啊，主要是要喝水啦。其实脚还好，毕竟这种天气一直走路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太阳就突然开始有点掉，突然一阵风，我就觉得啊，好像该起来走走了呢，不然会有点冷。刚进来的时候会过一个算小安检吧，反正就是确定你没有带一些危险东西，然后拿这个牌子，然后参观的时候都要带着。这边有介绍的手册可以拿。一进来右边这边就有一个旅客休息的地方，它其实把路线规划的蛮顺的，旁边都有指标跟你讲说要往哪边走，而且重点是他们都有围这个，所以你其实也不会走到其他的地方去。京都御所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地方因为真的就人没有很多，所以可以慢慢走慢慢晃。不过有时候会有团客就是了，像我前面。这个我就有一点不懂了，风景漂亮归漂亮，但这个水质是怎么回事？还是这是故意的？这我不懂，故意弄成抹茶的感觉。这里就很漂亮这才是我认识的水啊！基本上把京都御所都逛完了，现在我要出去了。还真的是挺大，可是动线真的规划的很棒。就如果他没有这样规划，一定是超级乱，会乱到不行。还好他都把每一个路口都封好，然后让游客就是能在他们指定的区域内走，不然真的是人会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这点真的是规划的很好，而且这个地方是免费的哦。我觉得我等一下这里逛完，我想要去护王神社，因为我自己前阵子很常腰痛，然后脚有时候也会有点痛，然后那个神社是拜腰拜脚的我一定要去那边走走。我希望我的脚和腰都可以顺利的痊愈。我一出来又大出太阳，真的是，好啦，又变热了。我刚刚经过护王神社就马上进去把御守买一买，然后参拜一下。真是很赶我现在正在赶去吃饭的路上，拜托，等一下一定要让我吃，我吃饭很快。更新一下我刚刚吃尾张屋荞麦面的感想，我觉得它就是简单，但是很朴实的好吃不过价钱有一点贵，但是没有吃过荞麦面的人，我觉得可以来体验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里边走边看。我现在来到白山神社，这个是顾牙齿的。刚刚去完白山神社参拜完之后，我现在又经过了一个我原本要去的地方。这是我原本计划要来泡的 Tamano U， 但因为真的吃太饱，不适合泡汤，所以就只有经过它。不过感觉真的是很在地的澡堂，刚好拍到有居民走进去，还有小朋友刚下课。嗨，大家，我刚刚拍到一半就没电了。我相机带3颗电池出来，结果3颗全部都没电。反正我刚刚就先走回旅馆，先把电池换完。再来，因为我今天住的房间跟昨天不一样，所以我换了房间，所以需要整理一下行李。加上今天又去药妆店买免税品，我免税品帮朋友买一袋，然后我自己买一袋。我第一次知道日本的免税品原来
药妆的免税品原来不能拆封，然后缩小它们塞到行李箱里面，他们必须要完整包着免税袋子才可以入关哎。我真的是乡下俗，完全不知道。然后我现在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去买晚餐，我刚刚因为下午很晚吃，所以晚上没有很饿，我就先回来。想说来日本也是吃一下他们的便利商店看看啊，反正便宜嘛，然后听说也不错。然后我们旅馆对面就是 Lawson， 现在已经在对面了 ，Lawson 就在后面。对，我等一下要去买一下。Go Go。可能是我原本期望报太高，所以吃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微波食品，有一定的品质，但也没有到超神。毕竟台湾的超商也很厉害。后来我吃饱饭后就去洗澡睡觉了。每天的早餐都跟昨天一样，可以自己做选择。不过今天我选了一个非常特别，我一直很想尝试看看的东西来吃。没错，就是纳豆。我的感想是，我没有到讨厌它，但也不会喜欢它，就是吃过就好。大家早安，今天是在日本的第4天，是吧？第4天，对。然后今天的天气，肉眼可见非常的糟，是个阴天，刚刚甚至还有下雨，所以我今天有带雨伞出门。对了，现在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去一个日式庭园，它叫吴林安。不过它里面不能录影，所以我等下没有办法拍影片给大家看。不过可以拍照，所以我会附上一些照片。对，吴林安是位在平安神宫附近的日式庭园。入场票依需求从600、1200到1800円不等。进门要脱鞋，但要带着，参观的时候会用到。里面是很传统的日式木建筑，榻榻米地板，踩起来咔叽咔叽的。右手边是听导览的空间，每小时有10分钟的导览，不过是日文的。看出去，从前面的花园延伸到后面的山，是日式庭园特有的街景。再来，隔壁房间可以坐着喝茶、吃点心。我后来还坐在这里写明信片，寄回去给家人。走出庭园，沿着他们规划的路线参观，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同的风貌。听说枫叶季或是下雪又会更漂亮，每个季节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总之，我很推荐喜欢日式美学的人来参观吴林安，氛围很清幽，让人放松心情。离开前借了他们的厕所。里面还有木屐，超级可爱。大家，我逛完吴林安了，我在那边待了1个多小时吧。我觉得这里的氛围真的很棒，而且早上我是第一批预约的客人，我是约9点的。我9点一到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客人，我一个人霸占整个日式庭园，就可以慢慢的逛，然后慢慢拍照。另外，我订的方案是有饮料跟甜点的。饮料是有可以选，有咖啡、抹茶，然后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茶，反正我是点抹茶。那它的抹茶呢，非常的大人口味，但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苦味的啦。只是我也从来没有喝过没有加糖的抹茶，所以就是surprise， 原来是这个味道。那店员推荐我点的是铜锣烧，因为配抹茶，因为比较苦嘛。好，那我等一下。这边结束之后，我应该是会去平安神宫跟冈崎神社那边走走逛逛，然后再看要干嘛。对，所以我走了 ，Go Go！ 那里附近好像有动物园，不过动物园，我自己觉得动物园是蛮适合跟朋友一起同乐的。我自己独旅一个人去动物园，没有人可以当下跟我分享那种喜悦，我觉得不适合。所以我这次就没有排，不然天王寺的动物园好像有北极熊超酷的。但就以后如果有机会跟朋友来再一起去。哇，我必须说，我觉得京都就算下雨也还是挺漂亮的。前面那边应该就是动物园这边，因为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在里面。我现在这里就听得到声音的。我现在在的这边是冈崎公园的
棒球场。我原本想说要来冈崎公园每个月都会有的二手市集，但是他们这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对到，所以就残念，没办法。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因为听说二手市集都卖一些蛮酷的东西。大会报告，下雨了。我因为有带相机，所以就是不太想淋到雨。这种地方下雨就会很难参观。这里，嘿嘿，在我手中间。我现在饿了，突然很饿，我要去我朋友推荐的山原面藏。不过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妙哦，它前面好像人排的有点多，该不会要成为我来日本第一次排队吧？因为它有一个杏仁豆腐，然后我非常爱吃杏仁豆腐。背包，各位，完全没办法。今天如果没有电话预约的话，完全没有办法进去。不过旁边有外带店，店员建议我去旁边的外带店买。可是我最想要吃的是杏仁豆腐，我就问外带店说这边有没有杏仁豆腐，他就说就只有店里面才有，要内用才有，而且那个好像是随餐附的甜点。我要哭了。杏仁豆腐，好想吃杏仁豆腐，难过。我现在想说，我先走去冈崎神社附近看那边有卖什么东西，随便找个东西吃也好啊，反正怎么吃都是日式料理嘛，这里是日本呢。大家，这附近是完全的住宅区，我就只好先来冈崎神社参拜一下。其实比起那种很大的神社或是寺院，我更喜欢这种小神社，因为不会人挤人。人挤人的地方，我真的会很火大。兔子，这边也有兔子，这里还有一只兔子，到处都是兔子。我刚刚在冈崎神社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真正参拜是要2拜，拍2下手，然后许愿，最后再做最后1拜。我一直都是顺顺的把所有事情做完，然后才在许愿。因为刚刚看到有当地日本人在参拜，然后就，我一直以来都错了吗？我现在要去找东西吃了。我这附近还有标几间店。想要吃吃看咖喱乌龙面，因为在日剧里面很常看到主角在点咖喱乌龙面吃，有一点距离要走一下。再来今天可能就是去山里面晃一晃，我想不到要去哪嘞，因为我也不想去人多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就很糟。然后等一下再更新。我现在在这一区呢，真的完全是住宅区。看附近全部都是居民，所以没什么商店街，所以我标的地方还要再走一阵子。等一下应该主要就是去永观堂跟南禅寺，看哪边适合去吧。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Google， 就是最近大家发的照片，看哪边枫叶比较多，就去看哪边的。因为其实这次看到的枫叶有点少啦，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多一点的，拍个照。到了，这家就是我要吃的那家。刚刚吃完那个咖喱乌龙面，我只觉得好辣哦。然后我刚离开的时候，老板还给了我这个。他给了我一个棒棒糖，什么意思？超可爱的。但这家店就完全没有英文菜单，所以完全看不懂日文的人可能要考虑一下，不然就是直接只给他看说要哪一个，像什么亲子冻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嘛，那就没问题。我现在想要去永观堂，好像离我比较近，稍微再走一下就会到。各位，永观堂到了。
而且我一到门口，现在就是有很明显的红叶，我惊呆，我真的惊呆。永观台那个买票，大人一张是600块，我觉得非常值得买。现在在塔的最上面了，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啦，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有稍微进去逛一下永观堂，我觉得里面很大我原本以为就只是一个参拜的一个厅，但是它里面有很多走道，然后可以往上走，然后爬楼梯爬到山坡上的那种，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的那算高台上，然后看出去。但是里面不能拍照，所以我就啥都没拍。不过刚刚我也有走到像后面这个地方，后面这个地方刚刚有进去坐着休息一下，里面超级香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木头，但是那个木头味道超赞的，我还蛮喜欢的。刚刚坐在里面觉得很疗愈。我现在离开永观堂要去南禅寺，然后这里好像有一条铁路可以走，我等一下看一下会不会经过，因为我现在有点懒得用 Google， 我就随便走走，看哪里有什么就去哪里。它连这个大门都很庄严气派。这里就是南禅寺的其中一块园区，我不太确定到哪里要买票，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没有特别想要进去看，因为刚刚看网络上说南禅寺好像跟永观堂有点像，不过永观堂的动线好像更好一点，而且目前就我肉眼可见，我觉得南禅寺现在的红叶好像没有永观堂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走走看看就好。里面的寺院我应该是不会花钱上去。而且我觉得现在走一走，而且我只是在外围我觉得南禅寺的游客就明显比永观堂多好几倍。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几乎都吃饱了吗？不知道现在几点？现在3点，人是真的挺多，空气开始变冷了。我现在走的地方，我发现根本是回我住宿的地方啊！再往下走大概3分钟就会到我早上经过的京都动物园我稍微往下走一点，然后一下来就看到那个铁道嘞，
这边好像是春天的时候，樱花盛开会很漂亮。我看网络上说，如果这里春天的时候，整条铁路上全部都是人。各位，我跟你们讲，我现在知道我在哪里了，就是我现在左边那边，左边后面这个一堆树，这里有没有？这就是我早上去武陵安，它那边看出去的那一块树，再来接出去它的那个街景，就是后面那座山，哇！另外，我现在右边的这个应该是小溪吧，是我早上从武陵安出来，然后说哇，这里竟然有水耶，然后旁边是动物园嘛，然后动物园就在这，就是一切都连上来了。我今天等于是绕了一个圈。那我现在打算要去邮局寄明信片，今天早上在武陵安写完了，所以我现在要寄出去了，不知道多少钱。刚刚网络上查邮局，不管你寄台湾还是寄欧洲、美国什么的，只要70M。结果不是70M，是100M，是100，而且还有给一张航空贴纸。哦，好啦，算了，没关系，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到。好，等一下，我刚才有特别拍照，怕寄丢了，是至少给他们看一下。哦，原本也要寄给你们的，只是不见了。因为像我朋友就有从泰国寄给我，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果我就这样回到了我住的地方，而且现在突然出太阳是怎样？看，突然后面太阳好大哦！对，我决定再给 Lawson 一次机会。这次我买了布丁和奶酪当点心，布丁口感还蛮细致的，下面的焦糖还带一点苦味，整体还不错。不过奶酪就不是很合我的口味，有点太水了，奶味也不是我喜欢的味道。我刚刚下午其实4点多回去之后，我就没有出门了，因为有点累，这么多天都走那么多步。现在大概是快7点，我想说我现在不吃，等下就没有机会吃了，因为日本餐厅比较早关，所以我现在要去对面的一家大阪烧吧，应该是大阪烧吧。好了，我等下等绿灯我就要过去了。Go go，希望好吃。我跟你们讲，我觉得那个大阪烧的高丽菜让整个大阪烧变得很有层次。这是我在台湾大阪烧比较少吃到这么脆而且这么甜的高丽菜。哇，我以前是不觉得大阪烧好吃的，因为我妈其实也会做，然后她很常做给我吃，我已经有点吃腻了。可是这次的真的是让我，哦，原来可以这么好吃哦！开心开心，吃到好吃的东西就是开心。我现在要回去住宿的地方了，明天要跟朋友去宇治，所以要早一点睡。等一下没什么事，就是先洗澡，然后我们就明天见，拜拜。这次的影片也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先停在这。那其他天我会再找时间放上来。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分享给对日本自由行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嗨。